打开你手机里的地图软件，双指一捏，把地球缩到最小，你会看到3块巨大的陆地板块像3片缓慢漂移的拼图，亚洲、欧洲、非洲，它们几乎要碰在一起，但又没有完全合上，中间留了一小块缝隙，形状不太规则，面积也不算大，那块缝隙就是中东。如果地球是一个人体，中东就是咽喉的位置。你可以不在乎胳膊，可以忽略脚趾，但没有人能忽略咽喉。3000年来，每一个想要呼吸的帝国都会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这里，而3000年来，这里的战火就从来没有真正熄灭过。2026年4月，当你点开新闻，中东依然在燃烧，导弹飞过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协议墨迹未干就已摇摇欲坠。很多人看到的是新闻，但我们今天想看到的是新闻背后那张3000年没换过的底图。这张底图的第一个秘密是位置。191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第一次在教科书里画出了一个弧形区域，从尼罗河谷到波斯湾。由于分布地带在地图上就像一弯新月，因此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肥沃新月 Fertile Crescent。 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田园牧歌的浪漫，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看，这道弧线同时也是一条天然的高速公路，从东方到西方，从南方到北方，所有古代贸易路线，所有军事远征路线，所有宗教传播路线都在这道弧线上交叉。丝绸之路的西段穿过这里，香料之路的北段穿过这里，连非洲的黄金和象牙想要抵达地中海也得经过这里。中东不是世界的尽头，中东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而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冷酷的公式：谁控制了路，谁就控制了钱；谁控制了钱，谁就控制了秩序。所以每一个新崛起的强权，翻开地图的第一眼，目光都会落在同一个点上。但仅仅只是位置好还不够解释3000年不间断的冲突，真正让中东成为绞肉机的是它的地形结构。你放大地图会发现，这片区域的地貌像是上帝故意出的一道难题。北边横着扎格罗斯山脉和托鲁斯山脉，就像2道石墙一样，把中东和中亚以及安纳托利亚高原隔开。东边是伊朗高原，海拔突然拔升，挡住了来自东方的一切。南边是阿拉伯半岛的大片沙漠，卢卜哈利沙漠号称空旷之地，面积比法国还大，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然后在这些山脉和沙漠之间，零零散散分布着几条河谷、几片绿洲、几段海岸平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里天然就是碎片化的。山脉把人群切开，沙漠让补给线断裂，而那几条河谷和绿洲又刚好够养活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每个群体都有足够的资源活下去，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有足够的资源统一所有人。这个地形特征从地质时代就定下来了，至今没有改变过1毫米。然后是水，中东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到250毫米，很多地方甚至不到50毫米，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属于极度缺水地区。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预计2040年最缺水的33个国家中有14个在中东。但就在这片干渴的土地上，偏偏有那么几条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约旦河、尼罗河。那沿岸的土地肥沃得不像话，这就制造了一种极端的不均衡。有水的地方是天堂，没水的地方是荒漠，两者之间可能只隔了几十公里。当一个地区的生存资源如此极端地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而人群又被地形切割得如此零碎，争夺就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的本能反应。5000年前，苏美尔城邦为灌溉渠大打出手。今天，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建大坝，让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叫苦不迭，争的还是同一样东西。剧本5000年没换过，只是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当你在新闻里看到中东又燃起战火的时候，先别急着站队，先别急着分析谁对谁错，先看看那张地图。3块大陆的交汇处，山脉与沙漠的切割线，河流与荒漠的生死分界。这片土地从被板块运动挤压成今天这个形状的那一刻起，就被写好了一个剧本。所有人都需要这里，所有人都想要控制这里，但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安稳地坐在这里。地理不会改变，所以这台戏就从来没有散场的可能。而在这张永不落幕的舞台上，最早站起来的那群人，他们不仅发明了文明最初的模样，也发明了战争最原始的逻辑。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那片冲积平原上，人类做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事，他们把追赶猎物的脚步停了下来，不再追着鹿群跑，不再跟着季节迁徙，而是把种子撒进泥土里，然后等着它们发芽。这个动作听起来平平无奇，但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底层代码。因为一旦你决定留在原地，你就拥有了2样过去没有的东西，一个是存粮，另一个就是焦虑。存粮让你强大，焦虑让你开始思考一个崭新的问题：怎么才能不让别人把这些粮食抢走？于是世界上第一批城墙就在这种焦虑中一块砖一块砖地垒了起来。苏美尔人就是在这种焦虑中崛起的。他们的城市乌尔、乌鲁克、拉格什、基什、尼普尔，名字听起来像是外星文明的番号，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建在河边的泥砖聚落，人口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苏美尔人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把记账这件原本依赖记忆的小事变成了文明的基础设施。他们发明了轮子、犁、灌溉系统，甚至发明了啤酒。最近在伊朗西部戈丁丘遗址挖出的陶罐内壁，还能检测到5000年前的啤酒残渣。他们还发明了60进制，你今天看时钟上的60秒60分，角度上的360度，全都是苏美尔人留下的遗产。但如果你仔细读那些泥板，你会发现在所有这些伟大发明的间隙里，写的最频繁、最详细、最血淋淋的内容是战争。这不是巧合，这是结构性的必然。苏美尔的城市之间距离近的有点尴尬，乌尔和乌鲁克之间不到100公里，基什和尼普尔之间骑驴的话1天就能到。他们共享着同一条河的水源，争夺同一片可耕种的土地。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战争，就这样在文明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出现了。拉格什和乌马之间那场著名的灌溉渠争端，从公元前2500年左右开始，打了整整150年，换了好几代国王，双方反复挪动那块叫古登纳的界碑，谁赢了呢，就把它朝对方那边推一推。你把这个故事里的名字换成现代国家的名字，把灌溉渠换成油田或水源地，它可以直接刊登在今天的周刊东洋经济上，毫无违和感。文明在进步，争夺的剧本却5000年来没换过一个字。苏美尔之后，阿卡德人来了。萨尔贡大帝这个名字在阿卡德语里的意思是真正的国王。他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不再满足于打赢隔壁，而是要把所有隔壁都吞进一个政权里。公元前2334年左右，
他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版图从波斯湾一直铺到地中海。听起来像是中东版的秦始皇，但这个帝国维持了多久？大约150年就碎了，而且碎得比之前更碎。因为一个强权一旦建立，它所压制的所有矛盾都会被放大。等到强权消失，这些被放大的矛盾就会同时反弹。这个模式后来在中东反复上演，一个强人崛起，把碎片强行粘合，强人一死，碎片比从前更碎。因为地理决定了这里的人群天然分散，任何统一都是在逆着地形用力，力气一松，立刻回到原始状态。然后是亚述人。如果说苏美尔人发明了文明，那亚述人就在文明的骨架上把暴力升级成了一门系统工程。亚述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早大规模使用铁制武器的军事力量，他们最早建立常备军，最早发展出工程器械，最早把军队按兵种分类编制。但亚述人真正让后世记住的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的一套统治哲学——恐惧。他们会把战败城市的居民整体迁移到帝国的另一端，把一个族群从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让他们失去反抗的根基和意愿。这套手段后来被无数帝国复制，从巴比伦到罗马到近现代的殖民帝国，内核都一样。想要控制一片碎片化的土地，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让碎片团结，而是让碎片更碎，碎到没有力气反抗。公元前689年，亚述国王辛纳赫里布攻破巴比伦时，特意下令摧毁城市的供水渠道，因为他深知在这片土地上毁掉水源比毁掉城墙更致命。3000年后，这个知识依然适用。但亚述帝国也没能逃脱那个老规律。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联合米底人攻破了尼尼微，一个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帝国在几年之内就从地图上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新巴比伦帝国又辉煌了不到100年，就被居鲁士大帝一口吞掉。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真正坐稳。每个征服者都以为自己是终结者，结果每一个都只是过客。两河流域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旋转舞台，灯光打到谁身上，谁就以为自己是主角。但灯光会转，一直会转，而这个舞台上即将迎来一个比任何军队都更持久、更难对付的变量。它不流血，不穿盔甲，不配发武器，但它一旦扎根，就再也拔不掉，那就是信仰。在中东这片土地上，军队来了又走，帝国起了又塌，石头刻的亡命路早已磨平，但有一样东西一旦扎下根，就再也拔不出来，不是城墙，不是王座，是信仰。而所有信仰的矛盾，最终都浓缩在了一个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的地方——耶路撒冷老城。你站在这座城的任何一个屋顶上，目光所及之处，能同时看到犹太教的哭墙、基督教的圣墓教堂、伊斯兰教金色圆顶清真寺的穹顶。3个宗教的信徒加起来超过全球1半的人口，都指着同一块石头说：“这是我们的圣地。”这个局面不是哪个政客设计出来的，是历史一层一层叠出来的，每一层都写着“此地归我”，而且每一层都有几亿人愿意为这句话付出一切。故事得从犹太人讲起。大约3000年前，大卫王把耶路撒冷定为以色列王国的首都。他的儿子所罗门在城里的那块岩石山上建起了第一座圣殿。对犹太人来说，这座圣殿不只是一栋建筑，它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物理坐标。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人类和造物主之间唯一的直通电话，而电话机就装在这座山上。后来圣殿被巴比伦人毁了，重建之后又被罗马人毁了，最后只剩下西边的一段墙基，也就是今天的哭墙。
犹太人在这堵墙前哭了2000年，不是哭建筑没了，是哭那条和上帝之间的直线被切断了。2000年的流散，2000年的颠沛，从西班牙到波兰，从德国到俄国，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信念：我们终将回到这里。这种执念的强度是世俗逻辑很难计算的。当一个族群把某块土地写进了自己的祷告词，每天面向它祈祷3次，持续2000年，你很难用搬个家这种话来打发他们。然后是基督教，耶稣，一个出生在犹太人群体中的木匠之子，在耶路撒冷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最后一程。基督徒相信他在这座城里被审判，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复活。圣母教堂就建在传说中他复活的地点上。那座教堂至今还由6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别共同管理，大门的钥匙甚至被托付给2个穆斯林家族保管，因为各派教徒谁都不信任对方会公平开关。这个小细节本身就是中东宗教政治的微缩模型。对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是救赎发生的地方，是整个信仰叙事的高潮舞台。没有耶路撒冷，十字架上的故事就失去了它的地理锚点。所以当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欧洲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炸了锅。后来11世纪到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表面上是骑士和国王的浪漫远征，底层驱动力其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焦虑，我们信仰的源头被别人踩在脚下了。最后是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先知在一个夜晚从麦加被天使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那块圣岩上升天，与诸位先知会面后再返回人间。这个故事叫夜行灯宵，而先知升天的地点就是今天金色圆顶清真寺覆盖的那块基岩。注意这里的戏剧性，同一块石头，犹太人说这是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地方，是第一圣殿的地基；穆斯林说这是先知灯宵的起点，是伊斯兰世界的第3大圣地。2个故事，一块石头，谁都不肯让。你把这3层信仰叠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局。这不是领土争端，领土争端可以谈判，可以划线，可以分，但信仰不行。信仰的本质是绝对正确。我的神说这里是我的，这个命题不接受打折，不接受分期，不接受各退一步。当3种绝对正确在同一个地理坐标上重叠的时候，妥协在逻辑上就已经不成立了。任何一方退让都等于在自己的信仰体系里承认我们的神可能说错了。这个代价没有任何宗教领袖承担得起。更麻烦的是，这3个宗教并不是平行关系，它们是前后继承的关系。犹太教是老大哥，基督教从犹太教里脱胎出来，伊斯兰教又把前2者的先知全部纳入自己的叙事体系。他们共享同一个源头，亚伯拉罕同一位祖先的3个儿子在争夺同一份遗产。这就好比一个家族里3个兄弟都拿着老父亲的遗嘱，但3份遗嘱内容各不相同，而且每个兄弟都坚信只有自己手里那份是真的。这场遗产纠纷从公元前一直打到公元后，从石块和弓箭打到导弹和无人机，换了无数种武器，但吵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爸爸到底把房子留给了谁？耶路撒冷就是那栋房子，它小得可怜，老旧的摇摇欲坠，但3个继承人都宁可把它打成废墟，也不愿意看到它落入别人手中。这座城在有记录的历史上被围攻超过50次，被占领超过40次，被彻底摧毁至少2次。每一次重建，新的主人都会在废墟上盖上自己的圣殿，然后等着下一个征服者把它推倒重盖。
这个循环从3000年前持续到今天，仍然在进行中。信仰给了人们活下去的理由，但在这座城里，信仰同时也给了人们永远无法和解的理由。而当这种由信仰和地理双重锁定的冲突土壤成型之后，接下来登场的那些帝国们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河流和沙漠的挑战了。中东这片土地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特性，它会让每一个踏入的帝国都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觉得前面那些失败者都是蠢货，觉得这次不一样。然后历史微微一笑，把同样的剧本重新递过来。波斯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玩家。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鲁士大帝从伊朗高原出发，短短20年就横扫了整个近东，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鼎盛时期，这个帝国的版图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爱琴海，从中亚草原覆盖到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大约55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波斯人比之前所有的征服者都聪明一个档次，他们没有搬用亚述人那套恐惧统治的旧把戏，反而搞了一套相当超前的多元文化管理模式。你信你的神，我收我的税，只要你不造反，大家相安无事。居鲁士甚至释放了被巴比伦人掳走的犹太人，让他们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举动在后来的希伯来圣经里被写成了奇迹，这在当时简直是外交的天花板。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什么都做对了的帝国，最终还是在中东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问题出在规模上，地盘太大，民族太多，每一个被征服的省份都是一个定时闹钟，你不知道哪个会先响。埃及反了，艾奥尼亚反了，巴比伦反了，波斯皇帝们花了200年时间在东西奔波灭火，最后被一个20出头的马其顿小伙子用10年时间全部推翻。那个小伙子叫亚历山大，他从希腊半岛出发，一路向东碾压过去，把波斯帝国打得土崩瓦解。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米拉战役是决定性的一击，大流士3世的主力部队在那里彻底溃散。亚历山大的征服速度快得像一阵龙卷风，短短13年他就从希腊打到了印度河。但问题是，龙卷风过后留下的不是秩序，而是一片更大的混乱。他32岁就死了，死因至今众说纷纭，可能是疟疾，可能是伤寒，也可能是慢性中毒。但他死后发生的事情倒是一点悬念都没有，帝国立刻被他的几个将领瓜分，中东这一块落到了塞琉古家族手里。塞琉古王朝管了这片地200多年，但从来没有一天是安稳的。希腊文化和本地文化之间的摩擦，各省总督的野心，还有那永远不服管的游牧部落，让这个帝国就像一件缝合的外套，看着完整，风一吹就散。然后罗马人来了，罗马对中东的兴趣一开始其实不算大，他们更关心地中海西边那些地方。但当你的势力圈不断东扩，迟早会撞上中东这个旋转门。公元前63年，庞培带着罗马军团开进耶路撒冷，中东从此成为罗马的东部前线。罗马人统治中东的方式很典型，本地扶植代理人，自己在后面收钱。希律王就是罗马人在犹太地区安排的代理人，一个权力欲极强、疑心病极重的傀儡国王。最近考古学家用解密后的冷战卫星照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重新定位了数百座罗马时期的军事堡垒。以前人们以为这些堡垒是边境防线，但现在发现它们更像是保护商队路线的哨所，从2世纪一直使用到6世纪。这说明罗马人早就明白中东这片土地的核心价值不是征服它，而是让它保持商路畅通。罗马人以为这套远程遥控的模式可以省心省力，但他们严重低估了这片土地上信仰的爆发力。
公元70年，犹太人起义，罗马将军提图斯带兵攻破耶路撒冷，把第二圣殿夷为平地。罗马赢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这场胜利点燃的仇恨，2000年后还在燃烧。罗马之后，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们在中东勉强维持了几百年的基督教秩序，但日子过得越来越吃力。从东边来的萨珊波斯不断骚扰，从南边来的阿拉伯部落日渐壮大，到了公元7世纪，一支从沙漠深处冲出来的力量，彻底改写了中东的剧本。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成为了历史上快速扩张的帝国之一。从公元632年先知去世，到公元750年阿巴斯王朝建立，短短100年出头，阿拉伯帝国就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向西打到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向东打到波斯和中亚。中东再一次换了主人，而且这次换得特别彻底，不只换了统治者，还换了语言、宗教和整个文化底色。但阿拉伯帝国内部很快也开始裂，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从先知去世后第4任哈里发阿里的时代就埋下了种子。五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的更替让这条裂缝变成了鸿沟。然后十字军从西边打过来了，蒙古人从东边撵过来了，尤其是蒙古人。公元1258年，序列兀的铁骑攻陷巴格达。当时的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智慧之家，收藏着从希腊哲学到印度数学到波斯诗歌的无数手稿。蒙古人进城后的头几天，这座城市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知识财富被系统性的摧毁。据当时的记载者说，底格里斯河的水被墨水染黑了好几天，那是无数书籍被扔进河里的结果。一个文明的记忆就这样顺着河水流走了。研究者后来估算，这次事件让伊斯兰世界的学术发展至少倒退了2个世纪。居鲁士、亚历山大、罗马皇帝、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每一个踏入中东的帝国都以为自己是来终结混乱的。但地理的铁律、族群的碎片、信仰的刚性，这3重结构会把任何一个统一者最终都变成过客。而最后一个试图用强权把整个中东锁在一个统一屋檐下的帝国即将登场。他们会用400年的时间演示一个强权能做到的极限，然后也会用一场溃败演示这个极限的代价。1453年5月29日，一个21岁的年轻人骑着马走进了刚刚被攻破的君士坦丁堡。他叫穆罕默德2世，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丹一词有力量、统治权等含义，后衍生为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头衔，在11世纪广泛使用于伊斯兰国家的君主称号。由苏丹统治的国家称为苏丹国。当他穿过这座1000年没有被攻破过的拜占庭首都时，传说他低头念了一句波斯诗人的诗：蜘蛛在凯撒的宫殿里织网，猫头鹰在阿夫拉西亚卜的塔楼上啼叫。诗句里带着一种征服者才有的苍凉。那一刻，一个新帝国正式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央。从这一年开始，到1517年塞利姆一世打败马穆鲁克苏丹国，拿下开罗和耶路撒冷，奥斯曼人用大约60年时间，把中东的绝大部分整合进了自己的版图。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统治了整整400年，400年相当于从哥伦布发现美洲一直延续到第1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有一个相当聪明的治理机制，叫米勒特制度。核心思想呢是这样的：帝国境内的每一个宗教群体，犹太人、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各种穆斯林派别，都被允许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上高度自治。你可以用自己的宗教法律处理婚姻、继承、日常纠纷，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和法庭，
你只要按时交税，别造反，对苏丹表示效忠就行。这套制度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宽容，实际上它解决的是中东那个永恒的难题：族群太碎，宗教太多。任何试图用一套标准管理所有人的做法，都会立刻引爆冲突。既然管不过来，那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只要税收流进我的国库，信仰的归信仰，部落的归部落。这个治理哲学让奥斯曼帝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一种罕见的稳定。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马士革的基督徒、麦加的穆斯林朝圣者，都能在同一个苏丹的屋檐下勉强共处。但这种稳定是一种特殊的稳定，它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把矛盾冷冻起来。每一个族群的历史伤痕，每一条教派的古老分歧，每一块飞地的领土诉求，都被塞进了米勒特制度的冰柜里。表面结着厚厚的霜，下面的东西一动没动。奥斯曼人的强权就像这台冰柜的电源，只要电源不断，冰柜里的东西就不会腐败发酵。但问题来了，强权能持续多久？从17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开始走下坡路。1683年维也纳之围的失败是一个转折点，此后欧洲列强在军事和经济上开始全面超越这个曾经令他们颤抖的庞然大物。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经得到了一个听起来不太体面的外号——欧洲的西亚病夫。这个称呼本身就充满了殖民主义的傲慢，但它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帝国确实在衰弱。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一个接一个独立，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治下变成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北非的领地先后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蚕食，俄国人从北边呢是一口一口的啃，英国人从南边一步一步的进，帝国的电源正在松动。19世纪中叶，奥斯曼苏丹们尝试过自救，他们搞了一场叫坦治迈特的改革运动，想要学习西方的行政和法律制度，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平等。听起来方向是对的，但执行起来全是问题。改革触动了宗教贵族的利益，触动了地方总督的利益，触动了军队的利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更要命的是，这场改革试图把米勒特制度下的宗教身份公民改造成帝国公民，但中东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就不是用公民这个概念来定义自己的。你问一个人他是谁，他不会说我是奥斯曼人，他会说我是大马士革的穆斯林，或者我是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的底层代码从来没有改写成国家这个概念。改革的齿轮在这块土地上空转，磨损了改革者，却没能真正推动前进。然后1914年到了一战爆发的时候，奥斯曼帝国面临一个老皇帝晚年都会遇到的选择题：站哪边？当时帝国的实权掌握在一群叫青年土耳其党的军官手里，他们反复权衡之后，选择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事后回看，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不是因为战队本身错了，是因为他们严重低估了现代工业化战争对一个老迈帝国的消耗能力。4年的战争把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点元气榨干了。阿拉伯半岛的贵族在英国人支持下发动起义，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被英法军队占领，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在1917年12月落入英军之手。1918年10月，帝国签署停战协定。1922年，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6世被废黜，悄悄地离开伊斯坦布尔。600年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结束了。帝国的冰柜电源被彻底拔掉的那一刻，里面冷冻了400年的东西开始解冻。库尔德人的民族诉求，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创伤，阿拉伯人的独立渴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归呼声，
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老账，各部落对土地的原始主张，全部在短短几年内同时喷涌而出。一个在冷冻状态下看起来很完整的东西，解冻以后才发现已经碎成了无数片。而就在这些碎片还在半空中飞舞的时候，两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欧洲人已经坐在一间房间里，在一张地图上悄悄地画好了几条直线。这些线将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决定这些碎片落在哪里、怎么落和谁落在一起，而一旦落下，就再也搬不动了。1916年初，伦敦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摊开了一张中东地图。英国人叫马克·塞克斯，36岁，一个出身贵族，在英国议会有一席之地的年轻外交官，会说一点阿拉伯语，自认为是中东问题专家。法国人叫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一位法国律师出身的外交官，代表法国在中东的殖民利益。两个人的任务很明确，奥斯曼帝国快完蛋了，他手里那些中东领土得提前分好。那怎么分呢？两人拿起笔，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卡港附近大致画了一条斜线，一直延伸到波斯边境的基尔库克。线以北归法国，线以南归英国。整个过程据说连一下午都没用完。1916年5月，这个协议由两国政府正式批准，这就是塞克斯皮科协定，近代中东一切混乱的起爆点。你可能会问，那中东本地人的意见呢？答案是没人问。实际上不只是没人问，英国人还同时做了另一件事，让整个局面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就在塞克斯和皮科密谋分地盘的同时，英国的另一拨人正在和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做交易。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写信给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承诺说，只要你们阿拉伯人帮我们打奥斯曼，战后我们就支持你们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侯赛因信了。1916年6月，他发动了阿拉伯大起义，派他的儿子费萨尔和一个叫劳伦斯的英国军官一起在沙漠里和奥斯曼军队打游击。那段历史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名字叫《阿拉伯的劳伦斯》，沙漠和驼队被镜头拍得浪漫得不得了。但现实一点都不浪漫。英国人一边让阿拉伯人卖命打仗，一边已经在后面把阿拉伯人的土地许给了法国人，这不叫外交，这叫诈骗。如果你以为这就够乱了，那你低估了大英帝国同时操作多条线的能力。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了一封简短的公开信，只有67个英文单词，但每一个字都是炸药。这封信就是贝尔福宣言，内容很简单，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注意，这里的措辞不是犹太国家，是民族之家。这个模糊的表述给后来几十年的争吵留足了解释空间。但对全世界的犹太人来说，这就是回家的通行证。对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10几个世纪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张不知什么时候会兑现的驱逐令。同一片土地被同一个帝国在同一个时期同时许诺给了2群人。这道数学题，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看出来，他没有解。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正式解体。1920年，战胜国在意大利圣雷默开会，通过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正式瓜分中东的地盘。法国拿了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拿了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注意一下这些划分后的国家边界，他们不是根据民族分布划的，不是根据部落领地划的，也不是根据地形划的，甚至不是根据宗教分布划的，他们是根据欧洲人的石油管道和军事基地划的。伊拉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英国人把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阿拉伯人这3个历史上从来没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的群体硬塞进了同一个盒子里。为什么？因为英国人需要一个足够大的行政单位来管理从摩苏尔到巴士拉的石油资源。国家的边界是给石油画的，不是给人画的。100年过去了，这3个群体之间的摩擦从没停止过。从1958年的军事政变，到1980年代的库尔德人大屠杀，到2003年后的宗派内战，再到伊斯兰国的崛起，每一场冲突都能追到这条英国人画的盒子边上。叙利亚的故事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本质上一样是设计缺陷。法国人接管叙利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的族群构成那复杂的像一盘散沙，这可怎么统治呢？法国人选了一个经典的殖民策略，扶植少数派，压制多数派。他们特意拉拢了阿拉维派这个在叙利亚人口中只占10%几的族群，让他们在军队和情报系统中占据关键位置。这个布局的后果一直延续到21世纪。阿萨德家族就是阿拉维派，这个从法国殖民时代被扶上位的少数派，统治了叙利亚整整50多年，直到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崩溃。这条线索的起点就在100年前法国人的办公桌上。黎巴嫩也是一个人工产物，法国人把叙利亚沿海地区单独切出来，做成了一个以基督徒马龙派为主体的小国。但为了让这个国家有足够的经济腹地，他们又把一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塞了进来。结果就是黎巴嫩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教派拼盘，每一块都在争夺有限的权利。后来从1975年打到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几乎是这种先天畸形的必然结果。今天的黎巴嫩依然在这种结构性失衡里挣扎，经济崩溃，真主党做大，政府形同虚设。100年前那张餐巾纸上的线，今天还在收账。约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英国人随手在巴勒斯坦东边画了条线，把那块沙漠交给了侯赛因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算是对之前独立阿拉伯国家承诺的打折兑现。一个几乎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历史国界、没有统一民族认同的区域，就这样突然变成了一个国家。这就是20世纪初欧洲人留给中东的遗产，一张全是直线的地图。地理上的直线在政治上意味着无视，无视地形，无视河流，无视部落，无视教派，无视一切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现实。那些画线的人早已作古，塞克斯1919年死于流感，皮科1950年默默终老，但他们画的那些线还在。中东今天的每一场冲突，你往回追溯，几乎都能追到那张桌子上。而就在这些脆弱的人造国家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的时候，地底下突然冒出了一种黑色的液体。这种液体将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不可收拾。20世纪初的中东，账面上是一片穷得叮当响的沙漠。除了几个沿海的贸易港口稍微有点人气，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模式和1000年前没什么本质区别。放羊、种枣、赶骆驼、收、朝圣、香火。那些刚被欧洲人画出来的新国家，财政上穷得连像样的军队都养不起。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片土地除了信仰和仇恨之外再也榨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地底下开始冒出一种浓稠的黑色液体。1908年，英国人第一次在伊朗西南部的马斯吉德苏莱曼打出了中东的第一口大油井。1938年3月，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在沙特阿拉伯达曼附近的达曼7号钻井打到了深层油层，原油喷涌而出。那根黑色的柱子冲上天空的那一刻，中东的命运被彻底改写了。不过，是往好的方向改写，还是往更糟的方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石油这个东西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特性，
它能让一个国家在一夜之间暴富，但它几乎从不让一个国家因此变好。经济学家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叫资源诅咒。这个逻辑其实不复杂，当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从地底下抽液体，它就不需要发展制造业，不需要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也不需要建立高效透明的税收体系，更不需要在乎老百姓的意见。你只需要控制住那几口油井，钱就会像地下水一样自己冒出来。而当一个政府的收入不依赖于民众的生产力时，它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回应民众的诉求。你不交税，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是中东产油国政治的底层逻辑。石油代替了社会契约，政府用石油收入给民众发福利，建基础设施，维持低税率甚至零税率，换来的是民众对政治权力的沉默。这笔交易在油价高的时候看起来很划算，但它本质上是一种麻醉，不是治疗。而2026年初，随着美伊战争爆发，油价剧烈波动的冲击，这种麻醉药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海湾国家那些漂亮的愿景，2023经济转型计划正在被迫重新排期。但真正让石油变成诅咒的，不是中东人自己，是中东之外的大国。20世纪是全球工业化加速的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掐住了全世界工厂的咽喉。而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最集中的地方，就在波斯湾周围那几个国家。这个事实让中东从一个偏远的文明旧址，瞬间变成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暴风眼。英国人最先动手，早在1901年就拿到了伊朗南部石油的开采权，成立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英伊石油公司。从那一刻起，中东的石油就不再是中东人的石油了，它是大英帝国海军的燃料，是纽约期货市场上跳动的数字，是白宫和克里姆林宫谈判桌上的筹码。伊朗人最早感受到了这种被掏空的滋味。1951年，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天经地义的事儿，把伊朗的石油国有化。我的地底下的东西，凭什么利润大头被你英国公司拿走？这个逻辑完全说得通，但在冷战的大棋盘上，逻辑不重要，站队才重要。英国人找到了美国人。1953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6处联手策划了一场代号阿贾克斯的行动，把摩萨台赶下了台，扶回了对西方友好的巴列维国王。这次政变在当时看起来干净利落，但他在伊朗人心里种下的愤怒和屈辱，26年后结出了果子。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他的精神基因有一半就刻在1953年那场政变里。今天伊朗和西方世界之间那堵高墙，地基就浇筑在7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到了2025年6月的那场12天的以伊战争，再到2026年2月的美以联合对伊朗的空袭，那堵高墙已经变成了导弹和无人机互相飞跃的战场。沙特的故事走了另一条路，但本质上一样是石油绑架国运。沙特王室和美国之间在1945年2月达成了一个简单粗暴的默契。那一年，罗斯福总统在回国途中的昆西号军舰上接见了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两人在会谈中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你们保证石油供应和价格稳定，我们来保证你们的王位安全。这笔交易的核心很直白，就是石油换安全。沙特用石油收入在国内推行一种极端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用高福利安抚民众，用宗教权威压制意见。美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油价别太离谱就行。这种关系维持了几十年，直到2001年9月，19个参与那场震惊世界的袭击的人里，有15个来自沙特。那一刻，美国人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花了半个世纪精心维护的那个稳定的盟友，内部已经长出了什么东西。石油还制造了另一种更隐蔽的伤害，它让中东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变得荒谬至极。
波斯湾那几个产油国，人均 GDP 可以排进全球前10，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工岛屿在海面上长出来，一切都金光闪闪。但在几百公里之外的也门，有的省份人均日收入不到$2，饥荒和霍乱在儿童中蔓延。同样是阿拉伯人，同样说阿拉伯语，同样信伊斯兰教，但一条边界之隔，一边是超级跑车和7星酒店，另一边是难民营和断壁残垣。这种极端不均衡，在任何地方都会制造愤怒。而在一个本就充满历史仇恨和宗教张力的地区，它就像在火药桶旁边堆满了干柴。石油还做了另一件事，它让中东永远无法被世界遗忘。如果中东地底下没有石油，大国对这片土地的兴趣可能早在奥斯曼帝国倒塌之后就消退了。但石油的存在让中东变成了一个所有大国都必须插手的地方。你不插手，别人就会插手，别人插手了，你的经济命脉就捏在别人手里。于是大国的手伸进来了，但他们下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棋。冷战开始后，美国和苏联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在别人家的地盘上打架。直接动手太危险，两个核大国真要面对面开打，地球可能都不够用。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更经济实惠的方式，找代理人，你出人，我出枪，你流血，我记账。而中东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石油资源和永远不缺的内部矛盾，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代理人战争试验场。冷战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竞赛，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怎么证明？拉盟友，你拉一个，我就抢一个。中东那些刚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新国家，一个个根基未稳，内部分裂，急需外部支持，简直是超级大国的理想购物清单。美国在这边扶了以色列和沙特，苏联在那边拉了埃及和叙利亚，每一个中东国家都被贴上了标签，要么是我们的人，要么是他们的人。本地的矛盾还没解决，外部的对立又叠了上去，相当于一个本来就吵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突然来了2个邻居，各帮一边，还往桌上递刀子。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这个新格局的预演。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和法国不干了，拉上以色列一起出兵。但这次美国和苏联罕见地站到了同一边，都反对老牌殖民帝国的这次冒险，英法灰溜溜地撤了。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谁赢谁输，而在于它宣告了一个事实：中东事务的最终裁决权已经从伦敦和巴黎转移到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从此以后，中东的每一场战争、每一次政变、每一个政权更迭的背后，都能看到这2只大手的影子。以色列的几次中东战争就是典型的代理人博弈。1967年，以色列在6天内打垮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联军，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用的是美国的武器，阿拉伯国家用的是苏联的装备。战场在中东，但军火账单开在华盛顿和莫斯科。1973年赎罪日战争，埃及和叙利亚试图夺回失地，一度打了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美国紧急空运武器给以色列，苏联给阿拉伯一方补给。2个超级大国在地球另一边操纵着战场的油门和刹车，打到差不多了就施压停火，因为真打出核战争来，谁都承担不起。中东的士兵在前线流血，大国在后方做算术题。冷战结束后，苏联垮了，你可能觉得代理人战争该消停了，恰恰相反，它变得更乱了。因为以前好歹只有2个大玩家，规则虽然残酷，但至少清晰。苏联退场后，权力真空让更多的中小玩家涌了进来。伊朗开始大力扶植什叶派武装力量，真主党在黎巴嫩扎下根，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崛起，胡
胡塞武装在也门控制了首都，还有伊拉克境内那些人民动员组织里的亲伊朗派系，这些力量被统称为抵抗轴心。伊朗通过他们在整个中东形成了一个半弧形的影响圈。沙特和海湾国家则拿着石油美元到处支持逊尼派势力，土耳其也不甘寂寞，打着新奥斯曼主义的旗号往南边伸手。以色列则继续依靠美国的支持保持军事优势。每一个本地势力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多个外部金主。每一场看似本地冲突的战争，拆开来看，都是一张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图。叙利亚内战是这种新型代理人战争的集大成之作。2011年开始的时候，它还只是一场民众对独裁政权的抗议，但用不了多久，这场内战就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来掺一脚的国际角斗场。阿萨德政权背后站着俄罗斯和伊朗，反对派背后站着美国、土耳其和沙特，库尔德人在北边自己搞了一块地盘，后来又被土耳其打。极端组织趁乱崛起，美国又不得不派兵去打极端组织。一个国家的内战卷进了至少6、7个外部势力，每一个势力都有自己的算盘，每一个算盘都和叙利亚老百姓的死活没有半点关系。战争持续了13年，直到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在一次意想不到的快速崩溃中垮台。反对派武装沙姆、解放组织的领袖艾哈迈德·沙拉走进大马士革，但叙利亚的悲剧并没有因此结束。1年多过去了，新政府的权威仍然只延伸到首都周边。东部的库尔德人、沿海的阿拉维派、南部的德鲁兹派各自为政，极端组织的残余势力又开始在东部沙漠重建据点。一个被代理人战争撕碎的国家，就算赶走了旧独裁者，也很难立刻站起来。也门的情况如出一辙，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之间的内战很快演变成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角力场。沙特领导的联军从空中轰炸，伊朗通过各种渠道向胡塞武装输送支持。也门变成了中东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但在国际新闻里，它上不了头条。因为也门没有海湾产油国那种牵动全球经济的分量，它只有苦难。而苦难这种东西，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重量几乎为0。最近的发展更让人哭笑不得。阿联酋支持的南部过渡委员会在2025年底夺取了胡塞控制区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土，这让沙特支持的统一也门计划彻底破产。同一个海湾合作委员会的2个邻国，在第3个国家的土地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各下各的棋。这不再是冷战时代2极对抗的简单剧本，而是区域内部的多极厮杀。这就是代理人战争的残酷之处，它让中东的每一个内部矛盾都变成了外部势力的杠杆，让每一场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都升级为长期消耗战。因为只要外部势力还在往里面输送武器和金钱，任何一方都没有动力坐下来谈判。为什么要谈呢？后面有人给我撑腰呢，还谈什么谈？于是战争打了1年又1年，城市毁了一座又一座，一代人的童年在炮火中蒸发，而棋盘的操控者们只是偶尔抬起头看一眼局势，然后继续低头算自己的账。中东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打着别人的仗，流着自己的血，却始终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这些代理人战争的旧账本中抬起来，看向今天的新闻头条，你会发现那些古老的剧本一个字都没有改。2026年2月28日凌晨，中东时间天还没亮，美国的 B-2隐形轰炸机和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几乎同时穿越了伊朗的领空。20分钟内，超过100个目标被击中，其中包括位于德黑兰郊外的一处住宅建筑群。几个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沉默了很久，然后宣布了一个消息：
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这场被美方代号史诗怒火，以色列代号狮子怒吼的联合军事行动，正式拉开了2026年伊朗战争的序幕。40天里，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宣布封锁，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都有美军基地被导弹击中。黎巴嫩真主党重新激活，加沙地带的脆弱停火濒临崩溃。到4月8日，由巴基斯坦斡旋达成2周停火的时候，整个中东已经被搅得面目全非。你把这条时间线摊开来看，会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一个大国在幕后策划，一个地区强国在前台执行，一次精准的斩首行动试图改变整个政权。这个剧本的原型其实可以一路追溯到1953年那次推翻摩萨台的阿贾克斯行动，只是那一次用的是特工和金钱，这一次用的是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工具升级了，逻辑没变。大国认为只要把对方政权的头部斩掉，事情就能按自己的剧本发展。但中东用300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件事：这片土地上的矛盾从来不是靠斩首能解决的。亚述人试过，罗马人试过，十字军试过，蒙古人试过，英国人试过，苏联人试过，每一个试过的都留下了更大的烂摊子。今天的美国和以色列会是例外吗？历史没法给出剧透，但它至少能告诉我们一个规律：当你试图用暴力快速解决一个由3000年地理、宗教、族群、殖民遗产共同塑造的结构性难题时，你解决掉的往往不是那个难题，而是自己的耐心。加沙的困境更是一个赤裸裸的结构性悲剧。2025年10月达成的停火协议让大规模军事行动暂停，但截至2026年初，违反停火的事件已经超过了700起。表面上看，这是战术层面的反复拉锯，但往深里挖，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在战术层面解决的问题。它的根系扎在1917年那张只有67个英文单词的贝尔福宣言里，扎在2个民族对同一片土地那种不可调和的执念里，扎在1948年的建国与流离失所里，还有在1967年的占领里，在无数层叠加在一起的历史伤痕里。你可以谴责任何一方的具体行为，但如果你只看行为不看结构，你就永远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件事儿解决不了。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行为问题，它是一个设计缺陷。100年前欧洲人在地图上画的那几条线，到今天还在精确地收取利息。叙利亚的故事也在重演一个古老的模式。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崩溃，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走进大马士革，很多人一度以为叙利亚要翻开新的一页。但1年多过去了，新政府的权威仍然只笼罩在首都一小块区域，东部的库尔德人在继续自治，北部遭受土耳其的压力，南部的德鲁兹派和沿海的阿拉维派各有各的算盘。极端组织的残余在巴迪亚沙漠重新建立了机动据点。这个画面你有没有觉得眼熟？它就是公元10世纪阿拔斯王朝衰落后的叙利亚，是19世纪奥斯曼统治松动时的叙利亚，是1战后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每一次强权更迭，碎片都会短暂的浮动，然后以新的组合重新沉淀，但从来没有真正融合过。法国人100年前故意扶植的那个少数派统治结构被推翻了，但这个国家骨子里那种族群碎片化的底层代码并没有改写。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峙，表面上是2个地区强国在争夺影响力，底下流淌的暗河要深得多。伊朗1979年革命的怒火，有一半烧的是1953年那场政变留下的柴。以色列的安全焦虑根植于2000年流散史中积累的那种四面皆敌的生存恐惧，这2种恐惧碰撞在一起，产生的不是理性的博弈，而是一种几乎本能的敌意。双方都觉得对方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胁。
这种认知一旦形成，任何外交斡旋都像是在两堵正在靠拢的墙之间塞纸片。2025年那场12天战争已经告诉过我们这堵墙靠得有多近。2026年的这场更大规模冲突又把墙往中间推了一步。停火是真的，但停的是火，不是墙的移动。而大国博弈的格局虽然换了演员，剧本几乎一字未改。美国虽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依然占主导，但战略疲劳和美国优先的转向让他的盟友们越来越怀疑那张安全保单还值多少钱。俄罗斯在叙利亚失去了阿萨德这个老伙计后，影响力明显收缩，但他还没打算退出这张牌桌。中国以一种更安静的方式介入，2023年斡旋沙特和伊朗复交，已经给他开了一个口子。现在他通过经济合作和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扩大影响。沙特和阿联酋这两个海湾巨头已经不再单纯依附任何一边，而是在美中俄三家之间玩起了战略对冲。在布里克斯加号金砖国家联盟的框架内，用人民币结算部分石油贸易，同时继续维持和美军的基地合作。土耳其重新找回了新奥斯曼的野心，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优势空前扩大。这个新格局被一些分析家称作多极中东，但换一个视角，它其实是1000年来这片土地上反复出现的那种局面。没有真正的霸主，只有无数个中等规模的玩家在互相消耗。当下的每一场冲突拆开来看，都能在历史中找到对应的影子。地理决定了这里永远是兵家必争之地，早期文明的碎片化留下了永恒的族群拼图，三大宗教的叠加锁死了妥协的可能。帝国的更迭预告了每一次终结者的幻觉都会破灭。奥斯曼解体释放了被冷冻的矛盾，殖民瓜分留下了人造的国家，石油绑架了所有人的利益，代理人战争让每一个本地冲突都被无限放大。今天的炮火不是新的炮火，它是同一场3000年长剧里最新的一幕，演员换了，剧本没换。而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更冷峻的问题会浮起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循环呢？理性告诉我们，任何循环都可以被打破，前提是造成循环的条件发生改变。但你看看中东面对的条件清单，地理位置不会变，三大宗教不会消失，殖民时代画的边界在短期内不会重画，石油在枯竭之前仍然会吸引大国的目光。而大国博弈的逻辑从波斯帝国到今天也没有本质变化，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足以制造长期冲突，而中东偏偏把它们全部集齐了。这不是命运，这是概率。当所有导致冲突的变量都集中在同一个坐标点上，和平就变成了一个需要所有变量同时改变才能实现的小概率事件。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常常被忽略，我们谈中东冲突的时候，往往只讲人，讲族群，讲宗教，讲大国博弈。但这片土地还面对着一个比任何军队都更不讲情面的对手，那就是水。研究数据非常冷酷，全球预计到2040年最缺水的33个国家中，有14个在中东和北非。从2012年到2022年这10年里，全球与水相关的冲突事件数量翻了2番，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中东。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建了一座又一座大坝，下游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农业用水量被压缩到濒临农业崩溃的水平。约旦河两岸的地下水位以每年几米的速度下降。也门首都萨那被预测是全世界第一个可能彻底耗尽地下水的大城市。2024年，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边境冲突，表面上是移民问题，底下其实是赫尔曼德河的水权争端。5000年前，拉格什和乌马为了一条灌溉渠打了150年。今天的剧本换了演员，但争夺的东西没变过。
当气候变化让这片本就干旱的土地变得更干，当人口从1950年的1.04亿膨胀到2050年预计的6.92亿，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剪刀差会把所有已经存在的矛盾再放大1倍。这不是明天的问题，这是正在发生的问题。但小概率不等于不可能。历史上也有过那些让人看到一丝希望的瞬间。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埃及和以色列实现了和平。虽然这个和平冰冷且脆弱，但它确实持续到了今天。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巴以双方第一次坐下来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虽然这个进程后来崩塌了，但它证明了谈判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了和平条约。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让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先后与以色列建交。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下宣布复交。那一刻，很多观察家都觉得地区格局可能真的要变了。这些瞬间就像漫长黑夜里偶尔划过的火柴，亮度有限，持续时间很短，但它们确实亮过。问题是，下一根火柴在哪里？谁来划？什么时候划？这些问题目前没有人能回答。值得一说的是，有些新的力量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悄生根。海湾国家开始认真投资可再生能源。沙特的愿景2030虽然推进坎坷，但它至少承认一个现实：石油不能永远养活这个国家。以色列在海水淡化和滴灌技术上的突破，让一个几乎全是沙漠的国家实现了农业自给有余。这些技术正在被出口到约旦、埃及和更远的地方。阿联酋已经悄悄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全球金融和科技枢纽，而不仅仅是一个石油王国。土耳其在无人机产业上的崛起，给自己赚来了新的战略筹码。这些变化单独看都不起眼，但加在一起，它们可能代表着中东经济结构慢慢从单一资源向多元能力转型的第一步。转型能不能最终抵消掉那些结构性矛盾的引力，没人知道。但至少在这件事上，中东人不再是被动的棋子，他们是主动的玩家。3000年了，从苏美尔人在泥板上记录第一场水源战争，到今天无人机在同一片天空中盘旋，这片土地见证了人类文明最辉煌的创造，也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破坏。它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文明的绞肉机。这两个身份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文明从来都不是一个温柔的过程，它是碰撞、挤压、断裂、重组的产物，而中东恰好就站在所有碰撞的交汇点上。地图上的褶皱不会消失，褶皱里的故事也不会结束，但我们至少能做一件事，试着去理解那些褶皱是怎么形成的。当下一次炮火响起的时候，我们不会只看到烟，而是能看到烟背后那条3000年的脉络。看到脉络的人不一定能改变历史，但他们至少能拒绝被简单的答案欺骗。在一个所有人都急着下结论的时代，保留这种拒绝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夜深了，中东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个孩子正透过窗户看着远处的天空。那片天空下面埋着苏美尔人的泥板、波斯人的宫殿、十字军的城堡、奥斯曼人的清真寺。那片天空见过太多的旗帜升起又落下，太多的城市建起又倒塌，但天空还在，河流还在流，沙漠里的风和3000年前一样吹着同一个方向。也许有一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会找到一种方式，让历史只是历史，而不是未来的预言。那一天也许很远，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去理解、去追问、去拒绝简单的答案，那根火柴就始终握在人类自己手里。别话太多，我们下期见。